我资助的女大学生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，邀我参加婚礼。我如约而至，却看到一个熟悉的男人挽着女大学生走上了舞台。我愣住了，原来我就是女大学生口中4年无所出、脾气坏的像河东狮吼的糟糠之妻呀！可是我怎么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离婚了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婚礼现场布置得很唯美漂亮，然而此时此刻的我却浑身冰凉。台上站着的那2人，一个是我资助4年、掏心掏肺当做亲妹妹的女大学生，另一个是昨天被我发现偷腥、跪地求原谅的我的现任老公。他们正在分享甜得冒泡的恋爱日常，我慢慢地走了上去。陆岩看到我的第一眼直接愣住了，眼球剧烈颤动，扔下手中的戒指盒，扭头就要跑。我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，看向女大学生程泱泱：“妹妹，不介绍一下吗？”程泱泱还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之中，完全没有察觉到此刻陆岩的恐惧。“姐姐，这就是我老公，陆岩。他听说你资助了我4年，早就想见见你了。”“是啊，幸亏没早点见到，不然我就见不到这么精彩的一幕了。”“姐姐这话什么意思？”程泱泱不解地看向我。“听你说他有老婆，离婚了吗？”“离了，那个恶毒的老女人大概是终于死心了。”“泱泱别说了。”陆岩想阻止陆泱泱。“是吗？不如把离婚证拿出来看看吧。”我淡淡的说道，不带任何情绪。程泱泱赶紧翻手机：“姐姐，我拍了离婚证的照片，来，给你看看。”陆岩一把抢过程泱泱的手机，满眼哀求地看着我：“别闹了，我们先回家，我跟你解释。”“解释？解释什么？解释我为什么不知道自己离婚了？还是解释你为什么跟别人办婚礼？”程泱泱整个人如遭雷劈：“你是谁？”我微笑地看向了程泱泱：“我就是你口中4年无所出、脾气坏的像河东狮吼、死缠烂打不肯离婚的糟糠之妻。”程泱泱整个人晃了晃，仿佛遭受了巨大的打击。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！”司仪大概没有见过这么稀奇的一幕，躲在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瓜。我接过他手中的话筒，面向底下的来宾：“感谢大家的光临，不过这个婚礼大概办不下去了，毕竟陆先生还与我存在婚姻关系。”我又看向陆岩：“程小姐是我资助了4年的大学生，我一向把她当做亲妹妹来照顾，如今得遇良人，我这个做姐姐的当然会祝福。只是陆先生，在恭喜你们新婚快乐之前，是不是应该先跟我去趟民政局换个本？”陆岩跑过来拉住我的手：“老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跟他只是玩玩而已，我不想跟你离婚，也不会跟你离婚的。”我甩开渣男的手，留下一句“明天早上民政局见”，径自地离开了婚礼现场。顾虑开车送我回了别墅，他既是我的司机，也是我的保镖。一路上，我整个人都是恍惚的。昨天我在陆岩手机里发现有个女人叫他老公，一气之下跟他大打出手。后来他跪在我的脚下，对我说自己只是一时鬼迷心窍。我还没原谅他，今天他就牵着别的女人的手办了婚礼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用了4个小时把我跟陆岩的4年过往全部回溯了一遍。大2初识，大3定情，毕业1年后结婚。我们也曾有过一见钟情的经验，有过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的思念，有过白头偕老，相濡以沫的誓言。可是如今，一切已物是人非。把一个已经与你深切交缠的人从生命中剥离，那种痛不次于剥筋抽骨。
但我承受住了，所以我脱胎换骨，如获新生。陆岩一直到了晚上才回来，大概是程泱泱那边不好安抚。我打电话叫的保洁，已经把陆岩的所有东西打包清点，运到了院子里。我没让陆岩进门，直接在大门口对他说：“你的东西已经整理好了，抓紧时间搬走吧。”陆岩情绪很不好，脸上还有一道女人指甲抓出来的血痕。仅仅，你就非得闹得这么难看吗？你让泱泱遭受那么大的非议，她承受不住割腕自杀了，抢救了1个小时才抢救回来，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。我能想象我走了之后，别人会怎么议论程泱泱，无非就是忘恩负义、背信弃义、心思歹毒、以怨报恩。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陆岩，事情是他做的，男人是他抢走的，又当又立，是不是太可笑了？我不屑地说道。陆岩看着我，眼睛里全是失望。我没想到你会变成这个样子，那是一条人命啊，你竟然一点都不在乎。有你在乎就够了，滚吧，别忘了明天早上民政局见。我说完，关上了大门，不想再跟他浪费一点时间。大概是清理了垃圾，我当天晚上睡得特别香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来到了民政局，却一直没等到陆岩，打电话不接，发消息不回。妈的渣男，敢放我鸽子！怒火攻心的我一气之下冲到了公司，小秘书战战兢兢地告诉我陆岩上了天台。春日的阳光很明媚，天台上种着的蔷薇花开得很灿烂。我看到陆岩和程泱泱紧挨着彼此坐在一众花丛中，面对着一望无际的蓝天。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放着2个饭盒，一红一蓝。阳光、微风、鲜花，谈笑风生的2个人，美得好像一幅画。我的心被深深的刺痛，看着自己的老公爱上别人是什么感觉？大概就是万箭穿心吧。哟，2位真有兴致啊！我出言打破了眼前的唯美画面。2人转过身来，都有些不敢看我的眼睛。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程泱泱先开口。我来找你老公，说好今天早上去领离婚证，我等了一上午，连个影子都没看到，原来是陪你在这里风花雪月呢呀。我讽刺地笑道，只是你们再怎么恩爱，是不是也先跟我把婚离了？不然顶着小三的名头是不是不太好啊？陆岩的脸色更白了一分，程泱泱像个小白花一样，挽着陆岩的手，哀哀切切地开口：“姐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你不要怪阿言。只是我们真的是真心相爱的，求求你成全我们。”成全啊？我怎么不成全了？现在就跟我去民政局，不影响你们下午领证。陆岩甩开程泱泱的手，拉住我径自往电梯走去。程泱泱急切地叫道：“阿言，阿言！”陆岩没理他，直接按了关门键。他直直地看着我，仅仅一定要离婚吗？不然呢？脏了的男人我一概不要。我们什么都没发生，陆岩，别再自欺欺人了。你们的每一步进展，程泱泱都告诉我了。只是那时候我不知道那个渣男就是你，现在想起来，我只想去吐。我说着就觉得胃里恶心的厉害，张嘴吐了陆岩一身，然后轻飘飘地晕倒了。等我醒来，只看到雪白的天花板。锦锦，你醒了？陆岩惊喜地叫着我。我扭头看到陆岩坐在床边的凳子上，含情脉脉地看着我，旁边还站着对我咬牙切齿的程泱泱。我没事，大概是吃坏肠胃了，你们也别在这里碍眼了，滚吧。锦锦，我们有宝宝了。陆岩满怀喜悦地告诉我。什么？犹如晴天霹雳打在我的脑袋上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
你个恶毒的女人，故意用孩子绑住阿言，你真是心思歹毒。程泱泱终于绷不住了，彻底撕下了伪装。我还没开口，陆言就忍不住地训斥道：“泱泱，你怎么能说这么恶毒的话？”阿言，对不起，我只是太怕失去你了，一时情急说了不该说的话，你别生气嘛。程泱泱一下子又恢复了矫揉做作的样子。程泱泱，你放心，这个孩子我不会留，当然也不会成为你跟陆言之间的阻碍。滚吧！陆言刚要说什么，程泱泱就装作很虚弱的样子。阿言，我头好晕，可能身体还没恢复好，你能陪我去看医生吗？陆言只能一把抱起程泱泱，临走前对我说：“锦锦，我一会过来看你，你好好休养。”我一个眼神都没分给他。陆言一走，我就火速地办理了出院手续。第二天，飞到了另一个城市，以最快的速度做了流产手术。这个孩子，他因为父母的相爱而到来，却又因为父母的不再相爱而离开。回到黑京市后，我闭门不出，专心休养身体。顾虑告诉我，陆言不肯离婚，一直在找我。程泱泱因此变得更加的偏激，雇了几个混混等着找我的麻烦。我笑了笑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给他一次机会吧。第二天下班，我特意晚走，刚到地下车库，手机弹出一则消息，有人跟踪，来10点钟方向。我没回头，按着短信指示直奔左前方。咔咔，扑通几声，我扭头一看，顾虑已经把跟踪我的2个男人全撂倒了。太弱了，送去警局吧。我摇摇头。顾虑只示手下去送人，他自己开车送我回了别墅。夫人，晚安。他看着我走进别墅，又隐蔽起来。我走进别墅，程泱泱坐在沙发上，穿着性感的睡衣，像个女主人似的吃着水果。程泱泱看到我进来，明显的吃了一惊，脸色都白了。姐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里是我家，我为什么不能回来？倒是你，算是私闯民宅吧？是陆言带我回来的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焦急地拨打电话，一直提示无法接通。我扔下包走到他跟前，轻轻地对他说：“妹妹是在给谁打电话呢？不劳你费心，说不定姐姐知道你要找的人在哪呢。毕竟姐姐刚送了2个人渣去警局。”程泱泱明显被吓到了，电话从手里滑落下来，掉到了沙发上。我看到屏幕上刺眼的2个字“老公”，号码是我熟悉的。可惜了，估计今天妹妹是没法把电话打出去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因为我开了信号屏蔽器呀。我风情万种地笑了。程泱泱这下真慌了，转身往大门跑去。我一把拉住他，反压在沙发上。跑什么？难得我有心情，坐下来好好聊聊吧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如果伤害了我，陆言不会放过你的。呵呵，我怕他吗？我拿出手机，播放了那2个行凶男人鬼哭狼嚎的视频，轻描淡写地问他：“你找的人？别血口喷人，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找的人？”程泱泱，我不是傻子。我把他的双手缚住，扭了过来。啪啪，你找人跟踪我了，我还给你2巴掌，你应该很知足吧？程泱泱破口大骂：“你个贱人，陆言已经不爱你了。你以为我找人收拾你他不知道吗？哈哈，你就自欺欺人吧。”我的心狠狠地痛了下，差点站不稳，努力平复住情绪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现在都是陆言名正言顺的妻子。你想上位，就劝陆言在离婚协议上签字。我劝你别来烦我，再有下次我可不会再放过你。我说完，把程泱泱扔到门外。
刚关上门，我就瘫软在了地上。刚才的强势与镇定全然坍塌，我抱着膝盖痛苦地大哭起来。我的老公和小三合伙找人收拾我，还有比这更让人绝望的吗？没过多久，我的电话就响了，那头是陆岩，带着兴师问罪的怒气：“你是不是又找泱泱麻烦了？我都告诉你是我先招惹他的，你有什么不满冲着我来？”这是我的老公，我结婚4年的爱人。此刻，他在为了别的女人对我口出恶言。我浑身冰冷，心底一片死寂。终于，我打断他在那头的喋喋不休：“行，冲着你来，希望你明天8点准时到民政局门口。”陆岩愣了一下，再次出口的声音明显的软了下来：“锦锦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对你发火。可是你把人小姑娘打成那样，实在太不应该了。陆岩，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，明天直接民政局见吧。”说完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可能我的眼光真的太差劲了，找了个老公是渣男，资助了个女大学生是小三。第2天早上，婚依然没有离成，我还在民政局等着陆岩的到来，却只接到了他的电话。电话那头，陆岩焦急地说：“锦锦，你快来医院，我妈跟泱泱吵架，情绪太激动，一不小心摔倒了，磕破了头，流了好多血，你快点来给我妈输血。”我一听，立刻着急起来，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了医院。陆岩的妈妈很温柔，对我也不错，她有凝血功能障碍，从跟陆岩谈恋爱开始，我就成了她的血袋。等我到了医院，小护士立刻把我带进了手术室。看着陆妈妈苍白的脸，我的心很不是滋味。抽完血，我整个人很难受，走路有点发飘。小护士把我扶出来，坐到了凳子上。陆岩走到我身边坐下，我看向他，说吧，程泱泱为什么会和妈发生冲突？我想让我妈帮忙劝你别离婚，不小心被她听到了，她背着我去找了我妈，希望我们能尽快离婚。我妈一生气就动手了。我不相信你妈会动手，你最好回去查查监控。锦锦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泱泱故意推的我妈？是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，但是程泱泱是不是好人，你心里不是有数吗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她不过就是个小姑娘，又太爱我了，所以做事情偏激一些，你是不是对她敌意太大了些？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的脸，只觉得如此的面目可憎。不知道他是真的被爱情迷惑了双眼，还是昧着良心袒护心上人。索性我也不再跟他争执。陆岩，这毕竟是你的家事，以我们现在的关系，我也不适合管太多。等阿姨醒来，到底怎么回事，一切就有定论了。陆岩站起身，走到我面前蹲下，抬起头看着我：“锦锦，我们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？难道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，你就能这么轻易地抛弃了吗？”陆岩，到底是谁先抛弃的呢？你跟程泱泱上床的时候，怎么想不起家里还有个我呢？对不起，那是我喝醉酒，一时鬼迷心窍。陆岩低下头，诺诺地说道：“但是我向你保证，只有那么一次。你知道我有情感洁癖，一次不忠，终身不用。”我斩钉截铁地说。陆岩拉着我的手说：“锦锦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但是我只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”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，制作不易，我们故事继续。我看着站在电梯外面的程泱泱，忽然心里一动，那程泱泱呢？你回归家庭了，他怎么办？我跟他只是玩玩而已，他对我来说就只是消遣。我会找机会辞退他，让他离开这个城市，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。程泱泱的脸色变得雪白，缓缓走过来，
叫陆岩的名字。陆岩，陆岩明显的僵了一下，脸色变得无比的难看。但是他没有回头，只是淡淡的说道：“你既然听到了，那就主动离开吧。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你说要再重新给我一场婚礼，都是骗我的吗？”程泱泱眼睛里已经溢满了泪水。陆岩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做出无情的样子。我一开始就警告过你，别对我产生非分之想。我爱的人只有仅仅，是你自己非要贴上来，说哪怕只陪我走一段人生，也是心甘情愿的。那你现在又在纠缠什么？程泱泱沉默了下来，手里的检查单攥得起了皱褶。那如果我说我怀孕了呢？你会对我负责吗？陆岩明显身体一震，不可置信地转过身来，看着程泱泱。已经3个月了，我刚刚做完检查。陆岩努力地控制情绪，吐出的话更加的冰冷。我不会负责的，仅仅也有了我的宝宝，我们会有一个可爱的孩子。你的孩子我不会要，我会尽快给你安排手术打掉。程泱泱彻底的崩溃了，扑过来捶打陆岩。你个没良心的，这可是你的孩子啊，你怎么舍得打掉他？程泱泱手里的 B 超单掉到了地上，上面的照片黑乎乎的，却依稀能看出是个婴儿的模样。陆岩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报告单，眼眶一下子红了，手用力地攥紧，青筋暴起。程泱泱听话，打掉他，你以后还要嫁人的。程泱泱听了这话，哭得更厉害了。你不负责，那你让我怀孕干嘛？我还能嫁给谁呀？还有谁肯要我呀？陆岩终于控制不住地握住了程泱泱的手臂。我在旁边看着这出精彩的大戏，忍不住地鼓掌叫好。陆岩好像一下子反应过来，连忙松开了抓着程泱泱的手。程泱泱更加的愤怒，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我。周若锦，你得意什么？明明陆岩已经不爱你了，你还死缠着他，要不要脸呢？程泱泱大概是气坏了，开始破口大骂。程泱泱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现在不肯离婚的人是陆岩，只要他同意，我现在就可以去领证。程泱泱听完轻蔑地笑了。你以为他为什么不肯离婚？你该不会以为他还爱着你吧？我告诉你，是因为那份婚前协议。我愣住了，陆岩也愣住了。程泱泱，你给我闭嘴！陆岩愤怒地开口。为什么让我闭嘴？我就要说，阿言只是不想跟你分财产，所以才不肯跟你离婚。明白了吧，老女人？我直接甩了他一巴掌。程泱泱，当年我看你可怜，资助了你4年的学费和生活费，你不但没有感恩之心，反而爬上了我老公的床。虽然你知3当3，做了很不道德的事，但是我一向认为男人出轨原因在他本身，所以从没找过你的麻烦。可是如今，你处处针对我，找人跟踪我，谋害我，现在还对我进行人身攻击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好欺负了，一次一次的踩我头上？就算我用4年时间养条狗，狗也能给我守门了。可是你呢，吃了我4年的饭，就养出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、连狗都不如的白眼狼。我上前一步，又是一个巴掌甩了过去。陆岩终于反应过来，想挡住我的手，却慢了一步。程泱泱整个人都傻了，捂着脸，你又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，不知廉耻，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，一个小三也敢到我跟前蹦跶。程泱泱整个人扑进陆岩怀里哭起来。陆岩，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打我吗？我可还怀着你的孩子呢。陆岩并没有说话，只是沉默地抱住他，脸色惨白，眼睛里满是渴求。我不知道他在渴求什么，明明他的爱人孩子都在他的怀里。陆岩，
你真是个渣男。我看向程泱泱，程泱泱，你不是说这个男人爱你吗？我今天就告诉你，我们没有任何婚前协议。我从包里掏出离婚协议书，甩到他们面前。明明是陆岩不想娶你，拉我当挡箭牌，你个蠢货还真相信了。这是离婚协议书，看好了，财产平分，希望你能让陆岩赶快签字。我祝你们渣男贱女一辈子绑死，别再出来祸害别人。我说完转身就走，电梯没到，我直接走楼梯。程泱泱不干了，扑上来拉住我，我正在气头上，使劲地推开他。他脚下一扭，直挺挺地往下倒去。我连忙去拉他，他却紧紧地抱住了我。我们一起从楼梯上翻滚着摔了下去。陆岩也追了过来，我看到他双目通红，颤抖着叫着：“泱泱，泱泱，你没事吧？”陆岩跑下来，一把将程泱泱抱起，丝毫不在乎疼得撕心裂肺的我。只是在临走之前看了我一眼：“周若锦，你真他妈的心很好，这是一条人命啊！泱泱和孩子若有什么意外，我绝不放过你。”我大概摔到了心脏，不然为什么这么疼呢？口口声声的要我原谅他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然而危险时刻，他眼里心里只有程泱泱，他连问一句我的孩子好不好的时间都没有。一双大手把我抱起，我闻到了干净的肥皂和洗衣液的味道。我把脑袋往他心口蹭了蹭，顾虑，还好有你。顾虑抱着我去看了医生，幸好没有骨折。摔下来的时候，我当了程泱泱的肉垫，身上很多淤青，疼得要命。我的眼泪不值钱地流了出来，顾虑伸出手抱住我。当天晚上，我让顾虑开车送我去了香积寺散心，那里香火鼎盛，风景优美，我的心情也随着开朗了起来。陆岩给我打了很多通电话，我一个没接。他又给我发短信，问我宝宝还好吗？我把流产同意书 P 了时间后发给他。他像疯了一样的打我的电话，我直接拉黑了他。再次接到程泱泱的电话是3天后，他想见我，我拒绝了他，不想跟垃圾浪费时间。他却执着地告诉我：“周若锦，你以为陆岩真的对你一见钟情吗？哈哈，你被骗了，根本不知道那就是一个骗局。”我只觉得他就是一个疯子，想直接挂断电话。他却忽然说道：“周若锦，你想想，陆岩是什么时候开始追你的？好好想想吧。”我挂掉电话，整个人沉思很久，最终还是决定去见程泱泱。我来到医院才知道，程泱泱在医院保胎，楼梯间的那一摔让她元气大伤。平时精致的小脸现在变得苍白憔悴了不少，真是自作自受。说吧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陆岩说：“你的宝宝没有了，是真的吗？”我瞥了他一眼，并没有回答。他状若疯癫地笑了起来：“周若锦，不是你的你永远留不住。现在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陆岩唯一的宝宝了，这下他一定会跟你离婚娶我的。如果你叫我来，只是想跟我炫耀的，那就不必了。陆岩的孩子，我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不会生。”程泱泱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，姿态优越地问我：“你说你们没有婚前协议是真的吗？”当然，我周若锦从来不说谎。程泱泱的小脸白了不少，他果然是在骗我。他告诉我，你们有一份婚前协议，如果他出轨离婚就得净身出户。哈哈哈，还说是真爱呢，我看他也不怎么爱你啊。你现在都有孩子了，他还不肯跟我离婚，任重道远呐，妹妹。程泱泱被刺激的双目喷火。周若锦，你以为陆岩是真的爱你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上当了，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圈套，就你还傻傻的付出几年真心。
我并没有被这些话刺激到，努力稳定心神，等着他继续说下去。陆岩看上的根本不是你，而是你身体里面的血。你以为他真的是无意拿错你的报告单，根本不是的。他早都找好了关系，只要有那个血型的学生，医生都会告诉他，然后他就会借机跟你打好关系。偏偏你是个女的，长得还漂亮，他妈妈就让他干脆把你娶回家。即使来之前我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也被深深的打击到了。虽然现在我跟陆岩断情绝义，但是我一直以为他以前是爱过我的，却没想到我以为的相知相爱，原来只是一场骗局。我深受打击，失魂落魄地离开了医院。坐在车上，我整个人控制不住的颤抖，双手死死抓住方向盘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落了下来。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像现在似的，恨不得陆岩去死。他毁掉了我的人生，我的爱情。在这一刻，我燃起了熊熊的报复之心。第二天，我去探望陆妈妈，装作不经意透露了程泱泱已经怀孕3个月的消息。程妈妈立刻就激动起来，却又在我面前强装镇定。我看着她忐忑不安的表情，心里只有冷笑。他们一家子可真是演戏的高手。告别后，我走出病房，靠到了墙上，果然陆妈妈迫不及待地给陆岩打去了电话。我嘴角挂起讽刺的笑，施施然地走向了程泱泱的病房。程泱泱并不在病房里，我等待了一会，她才回来，看到我很吃惊：“你又来干嘛？你不是想上位吗？我告诉你一个方法。你有那么好心？”程泱泱充满怀疑地看向我。我现在恨透了陆岩，迫不及待地想摆脱他。你说说看。陆岩他妈急着抱孙子，你现在怀孕了，已经成功了一半，然后你再去做个假的血型报告，告诉他你也是这个血型。你看他不立刻跟我离婚才怪。程泱泱一下子明白了，却怀疑地看着我。你有这么好心？我觉得他们这一家子太恶心了，我只想尽快地从这个泥潭中脱身。祝你好运。我说完就直接离开了病房，留程泱泱一个人在那里沉思。没过几天，我收到了陆岩的电话，让我去谈离婚的事。大概是程泱泱出手了吧。我拿着离婚协议，到了与陆岩约定的地方。陆岩还是一副假装深情的模样。仅仅，我并不想跟你离婚，可是我妈逼着我对泱泱负责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了。我连看他一眼都多余，直接把离婚协议拍到桌子上签字吧。陆岩拿过离婚协议，看了下，反应很大。我为什么要净身出户？你出轨了呀？我不同意，还是像上次那样分割，我可以立刻签字。那就由不得你了，上次我求你离婚你不同意，现在轮到你求我了，那就得按照我的要求来。陆岩犹豫了下，仅仅，你先坐会儿，我去跟我妈打个电话商量一下。陆岩走出包厢，我一个人静静地品着咖啡，手机响了一下，水里有东西，别喝。是顾虑发的。我看了一下杯中只剩一半的咖啡，心想完了，我已经喝了一半了，你不能早点提醒吗？可以演戏。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。陆岩大概10分钟后回来，进门就说：“仅仅，我妈不同意，她说要不就不离了。”呵呵，这是吃准我着急离婚了吧？我站起来，提着包转身就要走，却恍惚了一下，差点摔倒，扶着凳子才站稳。仅仅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适？我有些头晕，好难受。我眼睛一闭，晕了过去。陆岩连忙扶住了我，假装关心地叫了我几声：“仅仅，仅仅，你哪里不适？我先扶你到楼上休息一下。”
说完，他就扶着我上了楼，进了房间，把我放到床上，拿出手机拨了个电话：“妈，锦锦已经迷晕了，你快叫那人上来。”我知道，行，我多拍几张。此刻我的大脑 CPU 飞速运转着，很快就想明白了陆岩要干什么。我想到有顾虑，于是准备沉默应对。大概5分钟后，门铃响了。陆岩谨慎地打开猫眼看了下，见是一个陌生的彪形大汉，顿时放心不少。他打开门，把男人放了进来，然后说：“你跟他摆亲密些，我拍几张照片。”我就算心里再有谱，到了此时此刻还是有点紧张的。我睁开眼睛，悄悄透过手指缝往外看去，发现那个大汉竟然是我的保镖之一，才放下心来。我的保镖点了点头，然后一掌把陆岩击晕了。我听到扑通一声重物落地的声音，惊得睁开了眼睛。大汉已经打开门，把顾虑放了进来。我连忙坐起来问顾虑：“怎么回事？”陆岩找了人想制造你出轨的绯闻，逼你净身出户。我咬咬牙，陆岩可真狠。顾虑又问我：“你身体没事吧？”没什么感觉，我只喝了半杯。没事就好，你现在准备怎么办？我思考了一会儿，既然你不仁，那我就不义了。我用陆岩手机给程泱泱发了短信，让他现在来这个包厢，然后让顾虑和保镖把陆岩扒光，衣服全部带走。10分钟后，程泱泱到了，我对他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他同意了我的计划。我出门后打电话给相熟的媒体，告诉他们陆岩在这里私会家人。陆岩身为黑京市的商业才子，一向洁身自好。这下听到他出轨的消息，媒体们闻风而动。很快，陆岩和程泱泱被人堵在了床上。陆岩甚至连个遮挡的衣物都没有，那个狼狈不堪的样子真是第一次见。既然已经开战，我就得做好全面的准备。顾虑，你帮我找个私家侦探吧。顾虑一手握住方向盘，一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。我接过一看，明侦侦探社社长顾虑。我大吃一惊，你还有多少隐藏身份？顾虑第一次露出微笑，明晃晃的一口白牙像利刃。你想知道？不想知道。你要查什么？陆岩、他的公司、家人以及程泱泱。10万1个星期，成交。陆岩很快打电话过来，气急败坏地骂我：“周若锦，你个狠毒的女人，你竟然敢这样对我，看我整不死你！”我等着。很快，程泱泱给我发了消息，告诉我他已经住进陆宅，跟我的交易结束了。我没回答，本来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。1个星期后，顾虑准时拿来了调查结果。我看着 A4 纸上的白纸黑字，只觉得老天爷开的这个玩笑也太大了。我拿着文件直接找去了陆岩公司，跟以前一样畅通无阻。我来到陆岩办公室，秘书站起来想拦我，奈何我脚步快，3下2下的就推开了办公室的门。门开那一下，我恨不得把眼镜摘下来扔水里洗洗。程泱泱大着肚子坐在陆岩身边，我直接背过身去，咳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竟然如此不要脸。程泱泱恼羞成怒：“谁让你私自闯进办公室的？不是你私闯我家的时候了。”陆岩整理好衣服站起来，安抚地拍了拍程泱泱的肩膀：“周若锦，你找我有事吗？”“当然，清场吧。”程泱泱立刻像急眼的兔子跳了起来：“你凭什么让我出去？”我没理他，只看着陆岩。陆岩还是有点了解我的，知道我这么说就代表着有正事。泱泱，乖，你去外面等会，我谈完事陪你吃饭。
程泱泱这才开心起来。阿言，我跟宝宝在外面等你哦。程泱泱风情万种地走了出去，临走之前还翻了个白眼给我。我开门见山，把文件摆在他面前，你看看吧。眼睁睁地看着陆岩的脸由青变白，又由白变青。我不相信，我怎么可能不是我妈的孩子？事实就在你眼前。你有什么目的？你把离婚协议签了，否则我就把这份文件给陆叔叔。陆岩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你够狠！”承让承让，我客气地回道：“拿来。”我把离婚协议递过去，陆岩连看都没看就签了字。走吧，直接去民政局。程泱泱也陪着陆岩一起去了，开心地跟自己要领证似的。离婚手续办得很快，章子盖下的那一刻，我叹息一声，终于结束了。拿到了离婚证，我的心情无比的轻松，就像从泥沼里爬出来一样，重获新生。陆岩没有跟我打招呼，直接开车带着程泱泱离开。我哼着小曲儿，上了顾虑的车。几天后，陆氏总裁与程泱泱订婚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黑京市。这么迫不及待的订婚，想必陆岩收到我给他寄的那份假文件了吧？我看着新闻，噗呲笑出声，等着吧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订婚那天，我也收到了请帖，当然要盛装出席了。我请了顾虑当我的男伴，酬金1万，顾虑一口答应。整个订婚典礼进行得很顺利，一直到了最后，2份亲子鉴定书出现在了大屏幕上。一份显示程泱泱和陆妈妈的亲属关系达 99.9%， 另一份显示陆岩和陆妈妈无亲属关系。全场人都愣住了，儿媳妇变女儿，儿子变女婿。陆妈妈的脸黑得要命，当即终止订婚宴，带着2个人来到了医院。我也跟着过来了，看着他们重新抽血，重新做亲子鉴定。结果很快出来，程泱泱才是陆妈妈的孩子。程泱泱一下子扑到了陆妈妈的怀里，嚎啕大哭。陆妈妈也是一边流泪，一边安抚程泱泱。我悄悄地离开了医院。最高明的计谋是什么？半真半假，让对手自己起内讧，我坐收渔翁之利就好。2个月后，顾虑告诉我，陆岩已经转移走了陆氏 90% 的财产，而陆氏只剩下一个空壳子。于是我给陆岩寄了一些程泱泱和别的男人的照片，暗示陆泱泱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。此时孩子已经6个多月了，在陆岩的哄骗下，程泱泱被做了羊水穿刺。鉴定结果出来后，程泱泱直接被陆岩打到了流产。6个月的孩子流产，程泱泱在鬼门关走了一遭，手术台上大出血，子宫被摘了。在做手术的时候，需要家人签知情同意书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陆妈妈和陆岩发现了程泱泱根本不是稀有血型。他们咨询了医生，又做了一遍亲子鉴定，结果发现陆岩和程泱泱都不是他的孩子。陆妈妈听到这个消息，直接晕了过去，送进了抢救室。我在程泱泱被送进医院的时候，就等在医院了。陆妈妈一醒来就大哭：“我苦命的孩子在哪里呢？我的孩子啊，你现在在哪里呢？”我站在病房外面，听着里面哭天抢地的叫喊，只觉得虚伪极了。陆岩缴费回来看到我，脸色很难看：“你来干嘛？”“当然是来看你们的笑话呀！”“滚！”陆岩怒不可遏。我从包里掏出一份文件递给他，陆岩的眼睛都直了，愣愣地看着那份文件。我给足了他思考的机会。“你想要什么？”他艰涩地开口。“我要你身败名裂。”陆岩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“我没有对你做过太过分的事吧？你如今这么对我，不觉得过分吗？”“陆岩，是你把我拉进这个局里的，
从一开始的刻意接近把我当血袋，到后来的恶意出轨小三怀孕，再到后来的下药算计我净身出户，你哪一样值得我感激你？更别提你刻意纵容程泱泱找人收拾我，我证据都留着呢，你们等着把牢底坐穿吧。陆岩低下了头，低声下气地哀求道：“仅仅是我对不住你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知道陆氏是我的全部心血，一旦他没了，我就完了。晚了，我来之前就已经把这份文件交给税务局了。我是特意来看看你落魄的样子的，痛打落水狗，这是我最爱看了。”陆岩再也忍不住，一下子掐住我的脖子。我猝不及防，被他掐得差点背过气去。幸好顾虑出现及时，一脚踹开了他。他是谁？陆岩双目赤红。可我根本回答不出来。他的保镖。顾虑替我回答道：“你还是赶紧回公司吧，估计调查局的人马上到了。”顾虑不紧不慢地说道。陆岩站起身，摇摇晃晃地走了。谢了，我对顾虑做了一个双手合十的手势，表示感谢。如果没有他，我可能真的就过去了。陆岩真的是下了死手的。我收钱的。顾虑依旧冷冰冰的。只是你不准备让陆妈妈知道你才是她亲生女儿吗？不了吧，我觉得让她一辈子都在担心着女儿在哪，过得好不好，为此愧疚，茶饭不思，这可能是最好的惩罚吧。几天后，陆岩被带走，偷税漏税加转移公司财产，数额巨大，被判了10年。程泱泱被打掉孩子后，又摘除了子宫，醒来后得知自己不是陆妈妈的女儿，整个人承受不住打击疯了。我出钱把她送到了精神病院，估计一辈子都出不来了。陆妈妈郁郁寡欢，很快重病缠身，卧床不起。我去监狱看过一次陆岩，他理着寸头，穿着牢服，整个人变得阴狠不少。周若锦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对呀，陆岩，你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，一点都不冤枉。呵呵，我输了算我命不好，但是你等着，等老子出狱了，我整不死你。他的眼神阴狠冰毒，像淬了血的刀子，让人遍体生寒。但是我不怕他，你就祈祷你能在监狱里活到10年后吧。据我所知，你这些年没少得罪人吧？另外，我今天来是特地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，我才是陆家的亲生女儿，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。谢谢你这么多年的努力打拼，让我拥有今天的财富。我无比真诚地对陆岩说道。陆岩整个人被我气得青筋暴起，所以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。我只是给程泱泱寄了一份假的亲子报告，其他的可都是你们自己折腾的呀。陆岩被我气笑了。周若锦，你真狠，你真狠！然后一口血喷到了玻璃上，整个人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我走出监狱已是傍晚，彩霞满天，远远就看到黑色劳斯莱斯旁边站着一个人，正在低头抽烟。我缓步走过去，他抬起头灭掉烟，笑着问我：“回家？”我点了点头说：“回家。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